4月16日的上海国际赛车场尚未被引擎的轰鸣彻底唤醒，空气里却已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。在2026赛季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的官方预热中，雷军亲自发声预告王一博将披上赛车服亮相，瞬间将这辆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合影里，他站在车队最前方，眼神沉静却暗藏锋芒。几天后，他将与队友 Melvin 并肩驶出维修区，迎接赛季首战的洗礼。赛前测试中，他的最快圈速悄然提升了1秒有余，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次模拟器的反复打磨与赛道走线的精准校准。当跨界者站上专业赛场，公众的目光总会本能地放大明星标签，却往往忽略了赛车是一项容不得半点虚饰的硬核运动。雷军的站台固然带来了破圈的关注，但真正决定赛场生死的，从来不是热搜排名，而是轮胎抓地力与刹车点的毫厘之差。这种关注度与专业性的落差，恰恰是中国赛车走向大众时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心理门槛。外界看到的是赛车呼啸过弯的视觉冲击，却很少有人真正走进那方不足2平米的座舱。当引擎轰鸣，气温突破50摄氏度时，车手的心率会瞬间飙至180次以上，汗水顺着防火面罩滑落，视线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反复拉扯。智力如同无形巨手，在每一个弯角撕扯着颈部与脊椎，刹车踏板的力度需要以100公斤计去精准控制，而体能的流失往往在10圈之后便达到临界点。王一博曾在采访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习惯了，但熟悉赛车的人都知道，这种习惯是用无数次肌肉拉伤、脱水与高强度心肺训练换来的。体育的残酷在于，它从不为光环让步。当我们在屏幕前为一次漂亮的超车欢呼时，车手正在与生理极限进行着沉默的博弈。那种在高温、高压与高负荷中依然保持冷静的专注力，远比镜头前的微笑更令人动容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热爱从不喧嚣，它只在汗水与疼痛的交汇处生根发芽，而旁观者能做的是少一分猎奇，多一分敬畏。从亚洲摩托车锦标赛的新秀，到2025赛季 China GT 赛场包揽多项冠亚季军，王一博的赛车履历早已不是玩票2字可以概括。然而，每当他的名字与明星流量绑定，网络的舆论场便会自动分裂为2极，一方赞叹他以演员之躯肯下硬核赛事，另一方则冷嘲热讽，认为资本与粉丝经济正在侵蚀赛车的纯粹性。这种质疑并非毫无来由，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人设与真实往往只有1线之隔。但赛车数据从不撒谎，排位赛的圈速、正赛的超车成功率、车队的遥测日志，都在默默记录着一个车手从生涩到成熟的轨迹。偏见往往源于对陌生领域的无知。当我们用娱乐圈的尺子去丈量体育的标尺时，难免会得出荒谬的结论。质疑是自由的，但尊重事实更是底线。一个愿意在雨天救车，在模拟器里熬到凌晨，在赛后与工程师逐帧分析数据的年轻人，早已用行动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。流量或许能带来入场券，但留在赛道上的，只能是实力与时间共同淬炼出的专业。雷军的现身，小米的冠名，门票的秒罄，无疑为原本相对小众的中国 GT 赛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资本的到来意味着更完善的转播体系、更安全的赛道设施、更专业的后勤保障，甚至能为青训车手提供更多试错与成长的空间。王一博的参与像是一块催化剂，迅速激活了沉寂已久的赛车市场，让中国赛车这4个字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。然而，商业化的加速也伴随着隐忧。当看台被粉丝的应援灯牌填满，专业车迷的战术讨论声是否会被淹没？当赞助商的 logo 铺天盖地，赛事的核心价值是否会悄然让位于营销数据？任何一项运动的破圈都离不开资本的推波助澜，但资本的逐利性与体育的长期性天然存在张力。我们乐见赛车因跨界而热闹，但更希望这份热闹能沉淀为制度化的支持。真正的良性生态不是靠一时的热搜撑场，而是让每一笔投资都能转化为车手的安全保障、技术的迭代与人才的梯队建设。热闹过后留下什么，才是检验一场跨界是否成功的关键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汽车运动始终徘徊在小众与高危的标签之下。高昂的训练成本、有限的赛道资源、尚未完善的青训体系，以及公众对赛车安全性的刻板印象，共同构成了行业发展的隐形壁垒。许多有天赋的年轻车手在起步阶段便因资金断裂而被迫放弃，而社会对赛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速度与激情的影视滤镜中，缺乏对科学训练、风险管理、赛事规则的理性认知。
王一博的入局，客观上打破了这层信息茧房，让大众开始关注遥测数据、轮胎管理、进站策略等专业维度，也让中国赛车需要正规化的呼声日益高涨。一项运动的成熟，从来不是靠一两个明星的孤军奋战，而是需要土壤、制度与文化的共同滋养。当公众的目光从谁在开车转向车怎么跑得快时，中国赛车才真正迈出了专业化的第一步。我们期待的不只是赛场上的奖杯，更是背后一整套科学、透明、可持续的体育工业体系。这条路很长，但每多一个理性的关注者，就多一分破局的希望。不可否认，粉丝群体为赛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上座率与社交媒体声量，他们的应援让冷清的维修区通道变得熙攘，也让赞助商的商业价值乘积合级增长。但体育竞技的魅力，恰恰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与公平性。当控评、打榜为粉护丝等饭圈逻辑渗入体育圈层，理性的技战术分析、对规则的尊重、对对手的认可便容易被情绪化的言论所覆盖。赛车是一项需要极度冷静与团队协作的运动，车手在头盔下听到的是引擎的轰鸣与无线电的指令，而不是看台上的呐喊与网络上的争吵。热爱可以狂热，但观赛应当有边界。体育的魅力在于输赢皆风景，而非只许赢不许败。当粉丝文化开始挤压专业讨论的空间时，我们或许该问问自己，我们究竟是来欣赏一项运动的进化，还是来消费一场流量的狂欢？保留一份克制，留出一点沉默，让数据说话，让实力发声，才是对车手与赛事最大的尊重。真正的支持是允许他在赛道上犯错，也相信他能从失误中爬起来。在外界的喧嚣之外，王一博的赛车之路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长跑。他没有选择在综艺里反复消费赛车人设，而是默默续约车队，升级座驾，优化训练周期。从摩托车的弯道倾角到 GT 赛车的刹车热衰减，从雨战的水滑现象到轮胎工作窗口的精准把控，他的每一次圈速提升都建立在成百上千小时的模拟器训练、物理治疗师的肌肉放松、工程师的底盘调校之上。体育竞技从不相信奇迹，只相信复利。那些在50度座舱里咬牙坚持的圈数，在凌晨赛道上反复修正的走线，在事故后重新坐进驾驶舱的决断，都在默默书写着专业2字的重量。真正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，而是把平凡做到极致的普通人。在流量时代，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反叛。他不需要用言语去反驳质疑，因为赛道上的每一秒圈速，每一次干净的超车，每一场完赛的方格旗，都是最硬的底气。这种静水流深的力量，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体育精神。它告诉我们，所有看似轻盈的跨越，背后都有笨拙而漫长的攀登。王一博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艺人的转型样本，更是中国体育产业在娱乐与专业之间寻找平衡的缩影。跨界不是贬义词，而是时代赋予的新路径。当影视、音乐、电竞等领域的资源向传统体育流动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关注度的转移，更是体育文化边界的拓展。但拓展不等于稀释，融合更不等于妥协。中国体育的长远发展，需要的是科学的训练体系、透明的选拔机制、完善的医疗保障与理性的舆论环境。明星可以成为引路人，但绝不能替代运动员本身的成长规律。体育的终极价值，不在于制造多少热搜，而在于塑造多少坚韧的灵魂。当娱乐的喧嚣逐渐褪去，留在赛道上的，只会是那些真正热爱速度、敬畏规则，愿意为0.1秒拼尽全力的人。我们不必神话跨界者，也不必妖魔化流量，只需给专业以空间，给热爱以时间。中国赛车的未来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每一个弯道的精准入弯与每一次刹车的不妥协中。当85号赛车再次驶出维修区，引擎的轰鸣将再次划破上海上空的宁静。这一次，看台上或许有更多的镜头，社交媒体上或许有更激烈的讨论，但坐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依然只需要专注前方的路。体育最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奖杯的光泽，而是那些藏在汗水、疲惫、质疑与坚持里的日常。王一博的赛车故事仍在继续，它无关完美偶像的塑造，只关乎一个年轻人如何用行动诠释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种态度的传递。在快节奏的时代，愿意慢下来打磨技艺的人值得被尊重；在流量至上的语境里，依然相信实力的人值得被记住。愿中国赛车少一些标签，多一些理解。愿所有追梦者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跑出最真实的圈速。当引擎声远去，留在记忆里的不该只是喧嚣，而是那份沉默却坚定的热爱。